2024年是香港楼市全面撤辣的一年。在陈茂波司长2月底发布的财政预算案中，政府宣布撤销所有辣招，并且上调住宅的按揭比例。受这些楼市刺激措施影响，本地人能够利用更高的杠杆买更贵的房子，而外地人则无需支付额外的辣税。近期估计有不少人会考虑在香港买房。本期视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香港不同区域的住宅市场，包括各区主要楼盘以及每个区域的优缺点。视频中引用了瑞银分析师 Mark 的调研材料。Mark 是香港地产最优秀的分析师之一，他的观点也会在视频中提及，供大家参考。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吧。坚尼地城是港岛线最西边的一个站，离中环比较近。以前有比较多老外居住，是香港比较有国外风情的一片区域。除了蓝血人的加持以外，该区北面可眺望维港的景致，格调的来风景也好，所以这边房子一直以来都算比较贵的。拿该区比较大型小区宝翠园为例，这个超过20年楼龄的楼盘，近期的成交尺价普遍在2万以上，总价多集中在1500万至2000万这一区间。我们平时比较少来到这区，这次为了这个视频专门来了一次，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些发现和感受。如果说的不对，欢迎指正。首先是发现不少街边的店铺都没人租了，招租的广告贴了好多，感觉零售气息比较疲弱。我们怀疑是不是因为有不少老外撤离香港之后，导致这边的消费受到了压力。欢迎熟悉该区的朋友们也分享一下。另外一个观察就是，这区的游客也不少，而且估计不少是跟着小红书来打卡拍照。网上不时有当地居民抱怨篮球场挤满了拍照的游客，不是特别的讨喜。总体感觉这边能不能住得舒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喜不喜欢这种氛围。尤其是这区缺乏大型购物配套，而且房子普遍比较旧。如果不是喜欢异域文化，或者喜欢离中环近、上下班方便的话，这边未必适合你。国福林位于香港西南面，朝西和朝南方向均可眺望海景。北边是西高山跟太平山，东边则是山顶，自然资源非常优秀，是香港传统的豪宅区，深受本地达官贵人以及老外的欢迎。教育资源也十分丰富，国福林拥有弘利跟西岛中学等排名靠前的国际学校。说起国福林，最出名的楼盘莫过于贝沙湾了。在这个楼盘住了不少城中名人，甚至以前有新闻报道过，几个港女合租贝沙湾，借此获得进入会所的资格，这样就可以时不时去会所健身，以便物色优质对象，更容易嫁给有钱人。据说他们成功率还挺高，可谓是低投入、高产出的典范。价格的话，贝沙湾尺价大概2万出头，但由于户型普遍比较大，所以入场基本都是千万级别，而最贵的户型甚至上亿。如果说除了贵以外的缺点，国福林这区还没有地铁的覆盖，如果自己不开车的话，出入要靠大巴比较不方便。黄竹坑位于香港的南区，自从南港岛线开通之后，这里去中环坐地铁仅需半小时，交通方便了很多。而且黄竹坑离海洋公园只有1个地铁站，附近也有不少国际学校，像是新加坡国际学校跟加拿大国际学校，比较适合有孩子的家庭。由于郊外的环境比较好，而且有比较多的新盘，也能够吸引内地买家。黄竹坑的缺点主要是美食荒漠，那边附近工厂多，而生活气息元素像是餐厅就比较欠缺。近期新开业的 Southside 商场其实不算特别大，仅能满足生活所需，但是购物选择比较少。黄竹坑地铁上盖一共有6个楼盘，离地铁站最远的是一期路径开发的静环，步行去地铁站就需要10几分钟了。
目前普通户型尺价大概是22000到23000，不过金环高层特色户可以同时看到山景跟海景，所以尺价就要3万以上了。近期常时有个黄竹坑的新盘会开售，非常值得大家关注。这个在后面讲新盘大检阅的时候会说到。湾仔区位于港岛北边，中环的东边。这个区其实是个各方面都很均衡的地方，比较受到本地人跟老外的欢迎。住在这里，如果想感受热闹，可以去铜锣湾的 SOGO 和时代广场。想要安静，可以去跑马场或者维多利亚公园散步。要教育有名校黄仁书院。要交通，这里有港岛线跟叮叮车的覆盖。要读书，这里有香港图书馆。要风水，这里据说不少福建富豪发家前就住在大坑。要医疗，有李嘉诚都去的亚洲顶级医院养和医院，说不准你去养和看牙医的时候，就能碰到一位戴黑色方框眼镜的长者。区内主要楼盘包括可眺望跑马地马场的里顿山，以及位于天后站上盖的博景台。尺价在2万到4万区间，还是比较贵的。缺点的话，这里新基建比较少，没太多升值的盼头，楼盘大多也比较旧，没太多新盘供应。而周末在维多利亚公园周边会有不少外佣打地铺，会稍显拥挤。太古城是位于港岛东北部的一个大型住宅区，是一个香港中产聚居的地方。太古城北边有维港景，南边看山，附近还有贼鱼冲公园，自然环境比较优越。区内的太古城中心是一个大型购物综合体，购物、餐厅、看电影、溜冰场一应俱全。交通方面有地铁港岛线以及叮叮车的覆盖，算是比较方便。总的来说是个可以住得舒服的地方，但是缺点也比较明显。作为区内的超大型屋苑，太古城拥有逾万个住宅单位，其楼龄大多超过40年。虽然经过多次装修，但内部设施还是比较陈旧。对于不少内地买家来说，这种楼龄可能比较难接受。而瑞银 Mark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未来几年英国可能修改 BNO 条例，从香港再吸一波移民潮。由于太古城住的本地中产很多， BNO 护照持有者估计不少，到时候卖房赴英的人群将使得太古城卖盘增多。BNO 们在英国的生活费就靠到时接盘太古城的人了，这个潜在抛盘的风险值得投资客关注。价格方面，近期太古城的成交分化比较大，如果是入门2房户型，中低层没什么风景的话，尺价在13000附近；而如果是高层能望维港的大户型的话，尺价能达到17000左右。西九龙是位于九龙西南角的一个豪宅区，这里的交通非常方便，集合了东冲线、高铁站以及机场快线，所以无论你是去中环也好，还是去深圳也好，甚至是机场，都非常方便。而且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这里的楼盘无论是朝南或者朝西都有非常棒的海景，所以这个西九龙深受金融人士或者是港漂的欢迎。这里房价也是相当的贵，便宜的像样日居尺价至少2万，而最贵的君临天下基本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了。喜欢住这里的人一般逼格都比较高，像是鼻孔朝天的中老年达官贵人，或者同样是鼻孔朝天的 iBanker。 如果你的鼻孔朝向不对的话，住在这里就会比较别扭，鼻子里面经常受气。而楼下元芳高级商场因为连接高铁站的缘故，穿梭的游客会比较多，而到了周末还时不时会有成群结队的地产经纪追着你，给你塞名片推销楼盘，比较难有轻松的逛街体验。奥运位于九龙西边，比西九龙北一点的地方。奥运这个地方之所以叫奥运，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有运动场或者奥运村，而是因为当初在建这个奥运站的时候，
恰好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当年滑浪风帆选手李丽珊为香港夺得第1面奥运金牌，所以这个站就被命名为奥运站，用来表扬香港运动员的成就。奥运因为离 ICC 跟中环分别只有1-2站地铁，比较受到金融人士跟港漂的欢迎。很多香港人其实也喜欢住这里，说这个区住得很舒服，附近的配套从高到低各种需求都能满足。奥海城基本能满足平时生活所需，走10分钟还能到旺角街市或者油麻地果栏，可以买到新鲜海鲜跟水果。如果要去高级购物商场，像是元芳或者海港城也十分方便。奥运的空间感上也是比较舒服的。奥海城2期前面有一大块空地，给人遛狗遛娃，没有像是旧区那种密密麻麻楼房压抑的感觉。而且奥运不是游客热门打卡地点，人流量也比较适中。这边楼盘选择比较多，单是奥运地铁站附近就有接近10个楼盘，但楼龄普遍比较高，基本在20年左右。尺价最便宜大概17000到18000，贵的大概2万出头。总的来讲1000万左右，房子这边的选择不少。如果说缺点的话，除了新盘较少、楼龄比较旧以外，有不少老的楼盘没有阳台，也没有干衣机，所以晾衣服的话，一般是在窗台上弄个不锈钢棍子来晾干。而且因为大多是朝西看海，回南天湿气尤其重。红磡位于维港北岸，尖沙咀的东面，所以朝南能看维港景，沿着海边也能步行到尖沙咀星光大道、K11等购物商场。红磡站以前是广九直通车在香港的终点站，而红磡体育馆以前也是明星举办演唱会的热门场地，这都反映了红磡昔日辉煌的历史，是香港本地中产在九龙比较热门的聚集地之一。这里生活配套比较完善，红磡站附近是香港比较出名的美食集中地，从平民小店到高级餐厅都有，且不时有新的网红餐厅进驻。这区的缺点主要是旧区街道比较旧，也比较挤，而且有殡仪馆在红磡，以后有人让你去红馆，记得先弄清楚是哪个红馆再出发。红磡的楼盘楼龄普遍不低，像是海逸豪园或者半岛豪庭这些大盘，普遍都是20年楼龄。而且从这几个大盘走到地铁站，要经过无数个红绿灯，一路上还有臭水沟的味道。比较新的楼盘主要是恒基开发的碧嘉坊，去年下半年推盘价格大概是19000左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长实在红磡有2个酒店，分别叫海运轩海景酒店跟海湾轩海景酒店，就在维港边上，景观非常好，而且离尖沙咀比较近。长实近2年来一直在申请将这2家酒店改建为住宅，每个酒店都能改造成超过1000套住宅，其中海运轩酒店进展更加顺利，而海湾轩酒店最近貌似在政府那边遇到阻力。后续这2个长实酒店改住宅的进展值得期待，毕竟改出来之后将会是朝南望一线维港景的优质住宅。何文田位于九龙的中部，地势较高，大部分楼盘均可眺望开阔的城市景观和山景，是香港传统豪宅区之一。何文田是传统名校聚集地，受34校网的覆盖，同时也有像香港斯坦福这种有名的国际学校，是本地望子成龙家庭的心头好。交通方面，由于大部分楼盘是依山而建，离地铁站的距离普遍不是特别近，所以最好是自己开车出入。二手盘里面除了半山1号以外，其他二手楼盘楼龄基本在20年以上，尺价其实不算太高，最低15000到16000都有，但由于是豪宅定位，单位的面积普遍比较大，所以入门基本是1000万级别。该区新盘主要是何文田地铁站上盖的2个项目，包括去年新开的余逸，以及预计今年会新开盘的朗贤峰。
羽翼最新的价格大概在26000左右，而朗咸丰就在羽翼旁边，估计价格也差不了太多，价格还挺贵的啊。其实新盘还有个便宜一点的选择，就是原来高银集团主席潘苏通开发的澳文。这个项目因为潘苏通债务违约，现在由债主橡树资本委派的接管人负责推售，正式变成了银主盘，因此价格比起正常一手价格要优惠不少，尺价在18000到2万。但要注意的是，有媒体报道说，银行对于办理这个项目的按揭持较为审慎的态度，所以准买家要准备好充足的资金准备。九龙塘位于九龙北部，在北面可以看到狮子山和碧架山，景观主要就是朝北的山景或者朝南的城市景。这个区是香港传统的名校区，有非常多出名的香港本地学校以及国际学校，比如说耀中、拔萃小学、城市大学等。这里的环境非常舒服，路比较宽，又一城旁边的那个歌河老街公园的别致让人印象深刻。这边的楼也比较矮，没有那种拥挤压抑的感觉。交通方面，九龙塘站是香港的东铁线跟观塘线的双线交汇站，所以搭地铁是非常方便的。住宅方面，九龙塘主要的楼盘就是又一居，这个楼盘一共有接近2000户，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楼盘。不过可以看到，楼高普遍不超过10层，属于较低密度的设计，住着应该比较舒服吧。价格方面，又一居的最近成交基本上是16000到17000的样子，所以虽然房子比较旧，但是因为有着地铁跟教育资源的配套加持，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要说缺点的话，除了楼龄比较高，价格也不便宜以外，这边的购物配套主要是依赖又一城，这里路边普遍没有什么商店或餐厅之类的店铺，所以烟火气会少一些。元朗位于整个新界的西北面，在西边跟深圳湾隔河相望，在东边则毗邻深圳福田，往返深圳比较方便。这里是政府规划的北部都会区的一部分，未来也是政府重点基建投资的地区之一。例如正在筹划的港深西部铁路，将连通元朗洪水桥与深圳前海。当然，未来的发展愿景非常美好，但如果要在这区买房的话，还是要分析一下元朗目前有的生活配套。交通方面，该区有地铁屯马线覆盖，并且在新界西北部还有轻铁作为补充，因此虽然地处郊区，但交通还算是便利。购物方面，元朗有新鸿基建造的大型购物商场、景点，而且路边小店跟餐厅比较多，整体上来说生活气息还是比较足的。但正如对银 Mark 的评论，元朗教育资源相对比较弱，而且治安比较一般，新闻上也时不时会报道元朗同党校园欺凌事件，值得大家注意。至于住宅方面，元朗的住宅项目大盘比较多，基本都是超过1000户的，比较大的像是 YOHO Town， 楼龄10几20年，最近成交尺价大概在11000到13000左右，总价在500多万到800多万。如果是新盘的话，新鸿基在元朗地铁站上盖有个项目叫 YOHO Hub， 这项目2021年底开始销售，当时楼市比较火，这项目当时打完折之后尺价2万左右。现在 YOHO Hub 还有第 C 期，有接近1000户，预计今年会开卖，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估计能比之前的便宜。如果想找尺价更低的一手楼盘，在更偏一点的洪水桥有个项目叫惠都，项目大概有1000户，去年推售的价单大概是11000到12000左右，虽然位置偏了点，但好在是新房，而且价格还稍微便宜一些。屯门位于新界的西北部，从深圳湾公路大桥一下来就是屯门了，所以离深圳很近，未来也能受惠屯门绕道等基建发展。屯门东西两边都被山夹着，城镇像一个南北走向的长条形，路面的交通
只能依赖屯门公路这条干线与区外连接，所以经常会有堵车的情况。不过好在地铁屯马线开通之后，给了居民更多的选择。但就算是这样，从屯门搭地铁去中环的话，也得花1个小时。如果在港岛上班的话，路上还挺费时的。区内楼盘主要是政府公屋为主，大型的二手私人住宅，像是新屯门中心，近期成交尺价在7000到8000左右。但这楼盘不仅距离地铁较远，而且楼龄也很高。如果要看楼龄新一点的二手盘，像是龙门这种地铁上盖物业，近期成交尺价就要去到12000到15000左右。如果是一手新盘的话，有新鸿基在屯门的大型项目 Novoland 在卖。得益于新鸿基的名声，项目虽然离地铁站距离不是特别近，尺价也能卖到13000到14000，最便宜的户型大概300来万就能拿下，也比较受到首次置业人士的追捧。将军澳位于新界的东南边，算是一个新兴的住宅区，配有能过海的将军澳线地铁，能比较方便去到中环，商业配套上也不错，拥有东港城等大型的购物广场。从香港科技大学到将军澳的几个地铁站都有巴士直达，所以也吸引不少大学生在将军澳租房子住。区内的新盘主要是在康城的地铁上盖项目日出康城，这是个超级大盘，现在已经销售到第12期，新推盘的尺价在14000到15000左右，其实只比偏远的元朗屯门稍微贵一些。对于办市区盘来说，其实价格是有吸引力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说康城站是将军澳线的一个站，但其实更像是支线，跟东铁线的落马洲有点类似。将军澳线大部分班次其实不经过康城站的，据说繁忙时间康城站比较拥挤，而且直到1-2年前，仍然有新闻报道说，日出康城的社区设施严重不足，区内没有正规街市、图书馆或者运动场，像个荒岛一样。如果看将军澳二手盘的话，像是20多年楼龄的维景湾畔，成交尺价在13000到15000左右。而将军澳站地铁上盖的天境，楼龄不到10年，而且外形设计比较好看，近期成交尺价就要17000左右。而要说将军澳的缺点的话，大家可以注意瑞银 Mark 指出的几个重点，像是校网比较差，未来的填海工程将影响海景，尤其是132区，填完海之后还要安置烟雾性设施，所以想在这区买楼的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以防住进来之后才发现。东冲基本上就在香港国际机场旁边，离市区非常远，但好在有东冲线直达中环，搭地铁不用换线，1个小时就能到达 ICC 或中环，对于金融从业者或机场员工有一定吸引力。而且由于港珠澳大桥入口就在东冲，对有车一族去澳门、珠海游玩也较为便捷，周边自然环境优美，乘坐昂坪360缆车便可轻松到达大屿山天坛大佛。房价方面，由于东冲离市区较远，房价相对便宜，基本尺价1万左右就能买到房。比如拥有5000户的东涌大盘映湾园，近期成交价大多在9000到1万左右，总价多在500万到800万之间。新盘的话，近几年好像没怎么听说有新盘推出，未来的新盘供应可能要等到填海完成后才有眉目。东冲的购物配套便利，这里有个深受欢迎的东薈城欧特莱斯，除了各大品牌会在这里打折促销，还有超市、电影院以及种类丰富的餐厅。东薈城真是上天送给2送饭群体购物的礼物，在这里购物血拼毫无负罪感，反而觉得买的越多越勤俭持家。但是对于住在东冲有日常购物需要的居民来说，东薈城可能反而会是个烦恼，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周末。明明东冲已经非常远郊了，但东薈城给人的感觉就像在旺角一样，人多得让人烦躁。
另外，根据瑞银 Mark 的说法，冬虫冬季的空气不太好，而且冬虫冬填海会影响景观，这个点挺重要的，值得大家留意一下。我们再来说说2024年香港的一手新盘市场。23年底，香港一手尾盘数量大概是 2.3 万套，基本上是处在20年的高位。这么多的尾盘卖不出去，主要是过去1-2年的一手市场十分疲弱，导致库存积压加剧。而根据瑞银 Mark 的预测，2024年新盘供应有接近3万套，所以新盘加上尾盘，今年新房的供应大概是5万套。去年香港一共卖了1万套的一手住宅，就算今年一手市场成交能够翻倍到2万套，对比起5万套的供应，整体还是供过于求的形式。所以今年新房市场的定价估计会比较克制。对于想买房的人来说，可能一手市场比二手市场更加吸引。如果按区域看，供应量最大的毫无疑问是启德，单单在跑道区估计就有1万套左右的供应。这些跑道区的地大多是开发商过去4-5年高价买回来，如果按成本卖的话，肯定是卖不出去的。所以今年启德区主要看点就是开发商们什么时候才憋不住大幅降价卖楼。接下来比较大供应的区域分别是将军澳和元朗。将军澳主要是日出康城这个地铁上盖的大盘，而元朗几个新盘主打是便宜，也值得关注。另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地区就是黄竹坑了。这个地铁站上盖的住宅项目统称港岛南岸，分6个项目，一共5000多户。到今天为止，还有3000到4000套还没卖。开发商每尺成本大多接近3万，在目前的市况下出来卖，基本都是亏钱的，就是看亏多亏少的问题了。接下来看具体的一手楼盘，近期最值得期待的新盘，莫过于长实黄竹坑港岛南岸第3期的 Blue Coast。该项目一共有1200套，是黄竹坑上盖最大的一期。长实为了去化，有可能在定价上给市场一个惊喜。去年长实卖青海站就因为7折卖楼而引起全城轰动，而这个黄竹坑的盘，长实成本是2.8万，如果也是按7折来卖的话，那么这个港岛地铁上盖的楼盘有可能就2万多一点。这种价格足以引爆达官贵人们的钱包。如果按照地铁上盖且可欣赏海景的其他新楼盘来对比，具有类似特点的楼盘可能是南昌的惠喜，或者启德地铁站附近的 Henley Park 等。这两者尺价目前基本是2万左右，但南昌跟启德毕竟是在九龙，如果黄竹坑也是卖2万左右的话，那么这个在港岛的新盘将会比较吸引。除了这个盘以外，新鸿基在新界的 Novoland 第3期以及 YOHO Hub 第4期也是挺令人期待。过去一手市场比较疲软，但因为新鸿基的口碑加上新界的价格相对便宜，这2个盘之前几期都卖得不错。如果你希望看总价低而且离深圳近的楼盘，可以关注新鸿基这些新界的楼盘。瑞银这个表上面最大供应的项目是将军澳日出康城第13期，由信和开发的，一共提供2500多套，是一个超大型的项目。它的上一期日出康城第12期由会德丰开发的 Seasons Place 最近开始推盘了，首批价单均价大概14000，这个价格水平基本是回到了2019到2020年日出康城当时 Morini 系列或者 Citrus 开的一手价格。考虑到第12跟13期总共供应将近4000套，预计之后的定价也会比较克制。对于想低价买地铁盘的朋友，这个值得考虑一下，毕竟跟新界像是元朗那些地方新盘价格差不多。最后就是启德了，瑞银这个表上启德的新盘有9个，新货接近1万套。启德这个地方估计风水不太好，不光是买房人在启德头破血流，而且还坑了不少开发商高位拿地，
货烂在手上不知道怎么卖。对于启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们之前做的一期视频，这里就不详细说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希望能帮到大家。这一页总结了这14个热门区域的热门1、2手楼盘情况，如有需要可以暂停一下，截个图。如果对视频内容有什么不同意见，或者有不清楚的地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交流。我们毕竟跟天天念经的地产中介不一样，是真心希望给想买房或者租房的人提供多一点信息，这样我们的视频才多人看。如果觉得有帮助，希望能给我们点赞、点关注，这对我们非常重要。